夜的月光洒满琴弦，我和你徘徊在寂寞耳边，轻轻吟诵回不去的从前，还有飘在空中的风筝断了线。那一夜的思念拨动心弦，爱与恨偷偷放纵了无言，见或不见，都在痛的边缘。那把为我挡雨的伞，残缺不全。月初与你相见，月落再不相见。月初无限眷恋，月落转瞬千年。秦王之心深不可测，回去告诉你家主人，下一个就是他了。公子西已伏诛，奉秦王诏，凡追随叛党者，弃暗投明，既往不咎。若是顽固抵抗者，夷三族，放下你们的武器。司徒薛，回去吧。吕相的大恩，司徒缺早已报了。公子西于危难之时向我伸出援手，我却反戈一击，实属不仁不义。对于这等背叛之人，讲什么仁义啊？我与吕相早无瓜葛，回去替我向他问好，祝他大展宏图，心愿得偿。再请你转告领辈，请他一定要永远幸福。不要，司徒！公子西到处散播我和王后窃国的谣言，接下来只需控制咸阳，杀了王上，再告诉秦国百姓，王上是被我这个乱臣贼子所杀。如此一来，他会成为当之无愧的救国英雄。可惜啊，白仲已先行一步，秘密在咸阳郊外设伏。原来吕相亦是早有准备啊！原来王上另有密诏。寡人早有诏令，今日公子西如常出征，军队归他统帅。若他引兵回城，便以谋逆罪论处。当然，宣侯父送给将士们的会金，寡人也命他们如常收下，免得打草惊蛇。好，王上原来早存疑心。那吕不韦，我倒要问你，白仲的军队又从何而来？请王上恕罪。公子西叛乱造反，白将军秘密联络武安军的旧部，暗中部署安排。这变法后，咸阳城已无私兵，带去的多半是家仆而已，唬唬人罢了。臣料王上警觉，必定自有安排。如今两面夹击，密谋不攻自破，是非黑白一目了然。阳泉君宣侯父与公子西里应外合，密谋造反，
杨全军已当众伏法。至于宗室大臣嘛，太子的身份，诸位可还有疑惑呀？皇上，一切都是公子熙犯上作乱的阴谋。太子是大秦王室血脉，宗室再无异议。臣等绝无异议。好，既然大家都这么说，传寡人诏：今后敢妄议太子身份者，杀无赦。谨遵皇上诏令，皇上圣明。传寡人诏：将宣侯父押入刑狱，3日之内审出幕后主谋。将军，司徒先生的尸体是否要运回吕府？吕不韦设计谋诛公子熙，司徒却怕他回去之后连累他受人诟病，又怎么能够送回吕府呢？那就地掩埋。诺。公子父，公子他遇刺身亡。最后，他可曾说过什么？公子问，他有何处不如秦王？可曾提到过我？只字未提。公子父，公子已去，请您节哀。下去吧。你骗我！你不是说要让我做大秦王后的吗？你让我答应你，等着你回来。你跟我说你会回来，你说你一定会回来。你怎么能骗我呢？你怎么能违背我们的诺言？你怎么能死？死得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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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得好！公子父，您看。你怎么还有心情到这儿来？那我应该在哪儿啊？叛逆之妻应在法场。先王留下了一块免死令，可免去我的死罪。太后还不知道吗？绝对不会有这样一种东西。当年公子熙的亲生母亲留下的，应是当年在赵国为质时，献王亲手刻下，以示恩宠。只可惜他回国后遭人构陷，临死之前不舍得用，将他留给了自己唯一的儿子，愿他能在宫廷争斗中存活。而这世上唯一的宝贝，就在我的手中。可笑，真可笑。子熙看来还是个痴情的人呢，死都死了，还惦记着你呢。不准再提起他。
他留下这块免死令，无非是想保全自己唯一的血脉，可不是为了我。那你还来这儿干嘛？我来提醒太后，该如何明哲保身。我不过就等着宣判罢了，还能逃得了吗？这谋反的是公子熙，污蔑王储的是杨全军，偷运黄金的是宣侯父。这一切，太后都被蒙在鼓里，全然不知啊！你的意思是要我把一切的罪名都推到别人头上？芈氏一族得以兴盛，全都仗着您。您若是倒下了，声势煊赫的芈氏一族都要引颈就戮；而相反，只要您活着，一切就都还有希望。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。若是那刑狱里的宣侯父供出您来，一切可就无法挽回了。牺牲他一个，保全了太后以及整个芈氏家族，这笔账，我想您不至于不会算吧？出去！言尽于此，望您好自为之。公子父，奴婢搀扶你。没事了，起来吧。当年我入咸阳，多亏你的引荐。后秦王登基，也是你长袖善舞，多方帮助。9年来，明里暗里都在照顾我，我都记在心里。是啊。就算我芈生哥对不起天下人，我唯独没有对不起你吕不韦。我念你这份情。什么时候行刑？你不怕死啊？谁不怕死？可怕有用吗？谋逆之罪，罪不可赦。可若从头到尾，你只是参与了运送金水，并未参加谋逆呢？你肯救我，吕不韦？你真的肯救我？只要你说出幕后主使。幕后主使不早就死了吗？我说的是谁，你心里明白。9年了，
我以为9年来我对你的真情，总该换来些许的温柔。没想到，你吕不韦的心比冰还冷，比蛇还毒。你莫忘了，你们盗窃黄金7日为限，差点要了我的命，而你也是帮凶之一。我以为只要芈氏掌权，我一定可以救你一命。当然了，如果我救了你的命，你就得一直藏身于我的府中。夫人，只要你指认华阳太后，我便可以向王上进言赦免你的死罪。出卖自己的妹妹固然不好受，但刚才那个卫兵，你不会不知道他的来历吧？吕不韦，你别蒙我了！你以为我不知道，他们就是你指使的？说的没错，那卫兵是我安排的。可是，这份菜呢？这上面的鸩毒，却是华阳太后亲自为你送来的。一个抛弃了你的妹妹，值得你为她献出性命吗？你再想想，想好了再找我吧。吕相，宣侯府已招认，不过自尽，吞下碎桃，长穿肚烂。吕不韦费尽心思，想让他指证华阳，如今一定气坏了。何止？他还留下一卷供状呢，上面写了什么？除了一只大乌龟，什么都没有。他这是在骂吕不韦是个混账王八呢。不，吕不韦只懂政务，却不懂女人的心。她们姐妹数十年来相互扶持，宣侯父为了华阳，敢当庭诛杀7兄弟。她不是个贤良淑德的女子，却是个心中有豪情的女人。那只乌龟，她是要告诉吕不韦，区区一个男子，亦或是个人生死，也敌不过姐妹之情。什么是叫叫嚷嚷？宣侯父在狱中自杀了。跳啊！怎么不跳了？刚才那首是什么乐曲？再换个欢快点的。
干脆割了你的舌头，看你还敢犯下！慢！拜见王后。王后面前，谁准你们动手？这到底是何人？为何在这毒打？回禀王后，他是宣侯府府上一名骑奴，宣侯府犯了事，没入宫中为奴。他桀骜不驯，不听使唤，咬伤了工匠的首领，还破坏了偏殿的瓦。些许小事，不要伤人。把人带回去，请医师替他看看。听到了吗？王后有命，立刻带走。诺，等等，王后，王后，你是赵贵人，你是赵贵人，一定知道我姐姐。求求你，告诉我，我姐姐她在哪儿？走。慢着，你姐姐是谁？我姐姐是韩国公主韩琼华，你一定知道我姐姐。你说什么？姐姐，姐姐，快，把人带回去。诺。公子父，该喝药了。你是谁？原先伺候我的人呢？全被我给撤了。公子熙谋逆，你是他的妻子，自然不能置身事外。先前忙着清除宫外的党羽，倒是把你给忘了。如今，咱们也该算算账了。从头至尾，我未曾参与谋逆，而且我手上有先王的免死令，可以免我一死。免死令？可我从未听先王留下此物。您是要违背先王的指令吗？动手！你要干什么？夏太后，我从未得罪过你，为何要对落水者苦苦相逼？你这个落水者，不知掀起过多大风浪。若不趁此机会斩草除根，下回就该祸害我的儿子了。说的可真好听。你自己一生不幸，所以你见不得任何人幸福。你嫉妒华阳，因为他得到了宠爱和尊荣；就连你那位谦卑的儿媳，你心里也充满了嫉恨，因为她有她丈夫一心一意的爱。只有你，什么都得不到，无荣无宠，一无所有。我看着你的眼睛就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装什么慈母？你想要杀我，无非就是落井下石，还不让他闭嘴！相公，相公，所有的女人都比你幸福，都比你快乐，只有你，如今什么都得不到。太后，全都住手！拜见太后。你怎么来了？公子父指认公子的罪证已送到王上案头，内有支持叛乱的官员名录。依秦律，公子父大义灭亲，得以免刑，不可杀。你们还不快放人！瞧见了吗？依照大秦律法，你的儿子，高高在上的秦王，都不敢公然违背大秦律法，你又能奈我何？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。来人，给公子父上墨刑。从今往后，你只能带着一块屈辱的印记生活。只要踏出一步，就能昭告众人，你是一个囚徒，永远
都失去了做人的尊严。太后，我就是要让他知道以下犯上、出言不逊的教训。我不要，夏太后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！这么美丽的一张脸，多可惜呀！我若是你，就找根绳子系上，一了百了，好过屈辱的过一生，是不是？你身上的陈年旧伤都裂开了，还添了好多新伤，不少已经开始发炎，一定痛得不得了。你怎么能站得住呢？王后呢？王后她在哪儿？王后去了曲台宫陪伴太子。你到底有什么事寻她？我要找我姐姐，我姐姐叫韩琼华，王后来自赵国，她一定知道我姐姐。琼华公主的母亲是韩国王后，你真是一国公子，怎会沦落成宣侯府府上的骑奴？你不说，我便不问。只是你姐姐的下落，我便不知了。等等，我只是女奴的儿子，母亲偶然得幸，却被抛诸脑后。除了我姐姐，没人承认我的血统。我一路从韩去赵，在边境碰上秦军，被秦军当成边民掠回。我想去赵国，我想找我姐姐。你能告诉我姐姐她在哪儿吗？她早在10年之前便去世了。这不可能！你在骗我！我有什么必要骗你呢？可他还是给我写信，还为我寄钱呢。若我没猜错，他在去国之前，一定拜托别人照料着你。但他真的死了，就在我眼前。死了？不可能！这绝不可能！你在骗我！你是个骗子！你在骗我！快抓住他！公子父，你别这样，会伤了你的手的。真是风水轮流转呐！昨天还在劝我，今天就轮到你了。衣裳脏了，尚且可以清洗，可是这脸上留了疤痕，还能洗得净吗？别在这发疯！你只不过是脸上留了个印记，就在这要死要活。你又不是为了这张脸而活。你根本就不懂，若是今日被毁容的是你，你还会这么说吗？这里是秦王宫，四处杀鸡暗伏，我们不是游戏，是在赌命。别被夏姬这些小伎俩给吓着。她这样的女人呐，存在的意义就是男人的恩宠，所以她毁了你的脸。在她那有限的智慧里，仿佛女人除了脸就没有别的武器。可是你是这样吗，范雅？我不是，我不是。夏太后罚了你墨刑，下一步就会逐你出王宫。你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秦王。你让我去求他？是，去求他。这不可能。范雅呀，范雅，你都落得这般田地了，还是如此的高傲。傲气能当饭吃吗？大秦
掌握在男人的手里。秦王、吕不韦、文武官员，哪个不是男人？聪明的女人要懂得使用自身的优势，在他们身上攫取你想要获得的一切。端着傲气当骨气，没用。我和你可不一样。我知道，天下人都说华阳夫人是靠美貌上位的，都瞧不起我。可若谁真的以为美貌的女人没有头脑，那她可真就是天下第一大蠢蛋。你现在只是被毁了容，如若连脑子都不转，那可就真可怜了。范阳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去哭，去闹，去求，一定要留在咸阳宫，否则你离开宫门一步，就没有任何人能保住你的性命。别担心，一切都交给我，我帮你。进来，他们会竭尽所能帮你遮住这块丑陋的伤痕，让你变得楚楚可怜，而不是面目可憎。毕竟，没有人会喜欢一张丑陋的脸。你真的要帮我？信我。还没完吗？要么不做，要么做。要做，便要做得彻底，不是吗？皇上，公子父求见。让他进来。诺，宣公子父。罪妇见过王上。你这么做是在挑战夏太后的权威吗？皇上，身为一个女人，要承受莫刑的屈辱，这样的惩罚还不够吗？这一场浩劫，我失去了丈夫，失去了孩子，失去了身份地位，失去了一切。可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从头到尾，我甚至没有参与过谋逆。这一切对于我而言，公平吗？是，我是保住了性命。可我现在这样活着，有什么意义？范雅，不，公主呀，
你本该去陪伴兄长，可你却选择活下去，那你就要接受，让这份屈辱伴随你的一生。现在已不仅仅是屈辱，夏太后要逐我出宫。皇上，我求求你，救救我，放过我好不好？你笑什么？公主，这样一点都不像你啊。寡人猜，这或许是华阳太后的主意。毕竟她用自己的柔弱牢牢控制住了先王，而如今，她又试图操纵你，从寡人这儿来博取同情。子楚，请公子父止步。什么时候我跟他说话，轮得到别人来管？退下。对，这样才像你。天下间的所有女人，不该都是一种模样。寡人觉得，彼此真心相待，比虚情假意更有意思。那你应该还记得，我帮助过你，在你最落魄的时候，我一次又一次的救你。我甚至为了你，离家弃国，一无所有。你欠我的，尚未还清。好啊，寡人可以派人护送你回赵国。不，我哪儿也不去。母亲早已去世，我又犯下了谋逆罪，我能去哪儿？踏入赵国的边境，我便成为了阶下囚。若你没有忘记过去，请将我的恩情还给我。好啊，你可以留下来，但所发生的一切，你要学着接受最后的结果。谢王上，请你相信我担得起。皇上，您留下公子父，会不会触怒太后？他还有用。好了，我不会跟王上说，当初太子身世不明，是你说漏了嘴，他也不会怪罪到你头上，放心吧。太后，王上为了保护王后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若是被他误会是婢妾恶意挑唆，别说婢妾，恐怕连程角也要受到牵连。既然我说保你，必定没事，无庸害怕。太后，思洛如今是个多余的人，只怕王后也恨极了婢妾。若婢妾将来，只求太后能帮我好好照顾程角。哼，他敢！王上如今如此宠爱王后，王后又是一个行事果决、手段厉害之人，思洛恐怕没有办法看着自己的儿子长大，还请太后成全。我答应你便是。起来吧。太后，婢妾从前畏惧华阳之威，不敢与您亲近。如今我才知道，您是这个宫里真正善良的人。若是没有您，婢妾母子早已无立足之地。便是你不说，我也会护住角儿，不让她受任何人欺辱。
太后，王上继续容留公子父居住咸阳宫。子楚啊，怎么就不懂母亲的心呢？太后，公子父拥有免死令，又告发公子熙得以宽恕，保全嫁妆和资产。王上让他暂且居住宫中，世人只会夸赞他宽宏大度，这样不好吗？你以为我天生愿做恶人吗？公子父这个女人，心思歹毒，野心勃勃，留下必成祸害。子楚啊，何等心软！云卷风起何去？千溪流离，陌上别离。此生为妻寻觅，韶华荏苒难追忆。倾城绝艳，回眸千笑，拂乱江山万里。一梦花絮，明月出尘，此生已相许。芳华落尽，看过千帆，有情若两相惜。执手相伴，青涩在于愿你我随风化倾城绝艳，回眸千笑，拂乱江山万里。一梦花絮，明月出尘，此生已相许。芳华落尽，看过千帆，有情若两相惜。执手相